好，各位家人们，大家当下好，非常荣幸呢和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关于2026年丙午年的九宫飞星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分享。好，接下来呢，我会把相关的图案直接展示在我们这个画面里面啊。我们从什么时候生效呢？是从2026年2月4号，也就是立春的这一天呢，我们就会正式的进入丙午年的这个八字风水格局的影响力。好，所以呢，从2月4日之前啊布局其实也是可以的。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2026年的风水格局吧。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因为从2024年开始的20年啊是九子运，所以呢九子运的话呢，九子这个星实际上是当时得令啊，他是王者，他是皇帝，所以我们呢就从九子这个星呢开始讲啊。九子呢今年飞到了我们的东南方，东南方呢为巽卦，代表家中的长女，所以呢如果你家里边有尚未出嫁的女儿，也就是长女啊，她今年呢就会受到九子的这个星的影响。九子呢为贵人星啊，它的颜色呢是紫色啊，或者是紫红色。它呢五行呢是属火啊，所以呢，如果是家中的长女，那么今年出嫁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啊。这个子呢代表的是喜庆的事情，你比如说买房子呀、升迁呐、结婚啊、谈恋爱呀、生孩子呀，这些都是九子的象啊，九子的影响力所能造成的象。所以呢，九子啊，它通常呢，也代表人缘的变好啊，然后呢，红红火火，然后脸色红润，代表了人网红，对吧？红到发紫，诸如此类，这是九子的影响力。好，所以呢，真的是明年2026年啊，对于这个尚未出嫁待字闺中的长女来说，哎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啊。那如果呢，你是在家里面排行老二的女儿，或者排行老三的女儿，那怎么样能够蹭到这个九子的场呢？其实也不是很复杂，你只需要行住坐卧在家中的东南角那个房那个卧室就可以了啊。因为九子星呢今年会飞伏在那个地方啊，就是飞到东南方，然后待在那个地方1年的时间。所以呢，如果你是住在家中的东南角的房间，那真的是会受到这个影响。你可能会说，严老师，我是男的呀，我怎么办呢？男的呢，九子星也会有帮助啊，比如说提职加薪，对吧？或者手里的股票意外上涨啊，什么买房子啊、置业啊、搬家呀、生孩子呀，好，这些都是九子的象。然后呢，还会遇到贵人啊，贵人可能一句话啊，对你有启发，就会给你很大的帮助啊，或者直接会提携你到一个新的行业、新的公司新的平台等等。所以呢，这是九子的象。我们都知道九子的五行是属火，那怎么样才能够增旺这个九子呢？首先呢，我们用火来帮助这个火，就是用其他红色的东西来带动这个九子的场红色的东西，你比如一匹红色的树脂的马，对吧？红色代表火，树脂也代表火，马也代表火，这是三重马。那如果是一个带有电池的红色的宝马车模型，那就是好几个火，对吧？宝马，宝马是马，宝马这个牌子是火，然后呢，车呢代表马也是火，然后呢，红色代表火，然后呢，树脂或者塑料做成的代表火，然后电池也代表火，它有5重火在里面，所以呢也是非常的强大。
好，这是九子啊。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用一些电器来声望这个九子的场啊，就是会动的东西，发光发热的东西啊，比如说路由器，它一直都在工作，一直都在发光发热发信号，是吧？还有什么比如家里面那个取暖器啊，电视机、电脑、充电器诸如此类的这种东西，如果是在东南方的话呢，它会去增旺这个九子的场啊，也是非常的有帮助啊。除此以外呢，我们也可以使用比如9个红辣椒挂成一串，哎，那个红辣椒你看看它是属火的，然后9个红辣椒它构成了九子，对吧？就是用9个红辣椒挂成一串。可能你有的人说那个蒸的红辣椒并不是很好看，用塑料的行不行啊？塑料的也可以，有布的也可以啊。布呢是属木，木生火啊，布的也是可以的。好，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贴一个类似于春联啊那种吉祥的什么什么正方形的那种红色的纸，上面写着红红火火什么什么紫气东来什么诸如此类的话也是可以的啊。这是九子啊，在家中的东南方。我们接下来看八白，八白呢来到了今年的正东方，正东方呢为正卦，代表家中的长子啊。八白呢，它的五行是属土，但是它是一种很昂贵的土，类似于像钻石、房地产、陶器、紫砂这样的一个昂贵的土啊，还有像什么水晶啊诸如此类昂贵的土。八白呢，在过去的20年啊，也就是从2004到2024之间的这20年里面，2004到2023，实际上哈，这20年里面我们走的是八白运。我们可以看到，房地产呢，它的发展的这个行业的发展非常的快，这就是八白星的一个影响力在。那么从2024年之后进入了九子，九子是属火的啊，属火。属火的话，什么是属火的呢？通电的东西，互联网啊，互联网电子信息哈，互联网。然后眼睛是属火的啊，抖音、短视频，眼睛是属火的啊，这是九子的一个象。然后呢，人们开始务虚啊，就是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反而更加的有价值，比如网红哇，粉丝哈，粉色哈，粉丝哇，这些东西很有价值。而房地产呢，到了九子之后呢，反而现在没有那么的有价值啊。那八白呢，就是在过去的20年是走的是八白运。那八白呢，虽然说八白运已经结束了，但我们仍然一般都认为八白星是一颗吉星。那今年的八白呢，实际上是飞到了正东方为正卦，代表家中的长子。所以呢，如果你是家中的长子，那么实际上你今年的运势也是比较好啊，它也是一种财星啊。八白也是一种财星啊，只不过它是一个属土的财星啊，它仍然是财星，是很大的财星。所以今年呢，作为家中的长子，仍然是有运势的哈。除此以外，其他人呢，在正东方行住坐卧仍然是非常的行运哈，它仅次于九子的力量。所以呢，正东方和东南方都是今年的吉利的这样的一个方位。好，我们接下来来看七赤啊，七赤呢，它五行呢是属金，它代表口舌是非，代表那种小的交通事故，代表一点点的刀光剑影，代表有人会给你施加退位的压力。所以呢，七赤呢今年在西南方。所以会影响到家中的女主人，所以呢，对于女主人来说呢，她会遇到一点点的这个压力，有一点点的这个挑战和一点点的退运的感觉。好，那如何呢去改善呢？七赤的话，因为它是属金，所以我们可以用水来进行化解。如何用水来进行化解？就是在那个地方放一个属水的东西，比如一个玻璃的一个海豚和水晶做的海豚，对吧？它是属水的。一个莲花的一个什么摆件啊，属水的。
一个鱼的一个什么花纹的一个摆件是属水的，一个波浪的一个摆件属水的，一个水瓶基本上属水的，一个加湿器，哇，这个厉害了，这个不但属水，它甚至能自己这个运作，产生更多的水来影响那个场加湿器是非常厉害的一开就把这个漆质的场基本上大部分都化解掉了。放一盆水也可以，一瓶水也可以，一杯水也可以如果你的盖子是没有拧上的就是真的有水在跟空气进行接触的话，它就是有效的。好，这是我们的七赤这个星呢，在家中的西南方，对于女主人会有一定的影响好 ，OK， 我们来看下一个星六白星。六白星呢是我们的一颗财星财星，它今年呢飞到了我们的正北方。正北方呢代表家中排行第2的儿子。如果你是家中排行第2的儿子，那么你将会受六白星的影响，你将会有财富当然排行老大的儿子是在正东方，受八白的影响所以呢可能比八白的力量稍微弱那么一点点，但仍然是很强大的。在我们的正北方这个家中排行第2的儿子，其他人如果想受这个星的影响就可以前往正北方行住坐卧或者说你出门的时候往正北方先绕一段路，先往正北方走一段距离。九子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往东南方先走一段距离，八白就是往正东方先走一段距离，然后再去往你想要的方向，也是有效。所以呢我们来看到如何去增旺这个八白呢？八白是属金的，所以我们可以用金的东西放在那个地方来增强那个场。什么是属金的东西呢？很显然黄金就是，但黄金实在是太贵了，所以白银也可以，白银要便宜很多，效果也非常的棒在正北方可以放一些金和银做成的东西。那银现在好像也涨价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用铜来代替，铜很便宜铜呢面积又大，对吧然后呢又便宜，影响力也比较大，所以呢金银铜3种物质其实都是可行的在正北方可以放一些这样的一些属金的东西其中呢副作用最少的就是葫芦。葫芦这个形状你看它圆圆润润的，人畜无害是可以考虑放一个葫芦然后有的家人问要不要有花纹不需要有花纹，不需要有太极图案，你非得带上也可以就是其实是不需要有花纹的那种铜葫芦也是可以的也是很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星叫五黄。五黄呢实际上是在我们的正南方正南方的话呢，南方本来就是属火，所以今年五黄呢是属土，它是这种肮脏的土，类似于垃圾站的那种土非常的就是有破坏力和杀伤力。所以今年的五黄是到了正南方，如果你行住坐卧在家中的正南方，那么请你一定要为自己去布一个局来破这个五黄的力量。那如何去破这个五黄的力量呢？因为它是属土，所以呢我们要用金来进行破解。为什么要用金？是因为土生金这个土呢遇到金就好像母亲遇到儿子，他就会把自己的力量传给儿子，传给金，那个土的力量呢它就会减少。好，就好像一个大姐大，对吧？看起来非常的凶狠，但是如果他儿子出现在他面前，啪，他就变成了一个一个很好的母亲的形象，是不是？所以呢五黄呢就是这样，我们要用金去化解。那用什么样的金去化解？首先仍然首选黄金，所以古代人呢，对吧，穿金戴银它是有道理的真的是这个金真的是会起到一个转运的作用，来帮助你去化解五黄煞对你的影响然后呢其次是仍然是银。银呢它比金要便宜很多然后它的效果又非常的好，然后最后呢是铜。铜的话因为它便宜嘛，它可以做得很大你可以放一个10几厘米的铜葫芦在家中的正南方，也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如果你希望更快的去化解你可以考虑在正南方放一个铜做的风铃。为什么呢？只要那个风铃一响，叮叮叮，那个声音一响，铜做的声音就会把
附近的场给清理干净。那个声音呢，它是有主动性的，它有一个扩散性啊。如果你只是放一个铜葫芦呢，它会有影响，但它是那种稍微平和一些的那种效果啊。因为那个铜只要跟空气接触，它会缓慢的啊去发挥它的作用。但是如果是铜分明的话，它的声音一响啊，那个铜的声音呢就会有穿透力，就会穿透那附近的一个区域。所以古代的官员们在他们出巡的时候呢，前面会有2个人在打锣，对不对？打那个锣，铜锣什么的啊，那就是在对场进行一个清理，确保官员出行的那个场啊，它是一个干净的磁场。好，然后五黄我们可以放一个铜葫芦或者金或者银做的东西。在日本呢，它有一个地铁站，它专门就把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像，它做了一个像铜像放在那个地方，它是为了化解那个五黄的煞啊。然后呢，在香港有一些地铁，然后地铁的边上呢，它那个金属的边条呢，它是用铜做的，它也是起到一个化解五黄的一个作用。所以呢，今年的正南方真的是很需要大家去布置这个属五行属金的东西，就是金银铜3种物质做成的东西。同时呢，在正南方为离卦，代表家中的排行第2的女儿。如果你是家中排行第2的女儿，那么你就需要在身上佩戴一些金银铜做的首饰饰品比如说一个铜的吊坠一个银的手镯呀，金的手镯呀，金银铜的吊坠呀，手链呐，什么脚链呐，诸如此类的它会帮助你去化解。因为这个五黄，如果你是家中排行第2的女儿，实际上呢，它会对你影响更大一些，所以你就更需要去布置金银铜的首饰在身上。然后在你的办公室和卧室也可以适当的加以布置有的人会说了，严老师，这个办公室也不归我管，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办公的桌子而已。那你就在你能控制的范围内的正南方正南角放一个铜葫芦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那如果说你是一个经理主管那种身份，你有一个独立的办公间，那么你就可以在你独立的办公间的正南方放金银铜的物质，它会对你有帮助。所以五黄是我们要重视的我们每一年呢都会首先去化解五黄，因为五黄呢它代表的是重大的疾病和重大的灾难和重大的挑战和重大的不顺利所以五黄是我们首先要加以化解的。所以真的是各位如果有条件穿金戴银还是可以考虑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四律。四律在今年的东北方向呢四律各位，四律的五行很显然是属木，对吧？绿色嘛，属木。四律呢它是文昌星它会使一个人的头脑很灵活。如果你是家中排行第3的儿子，正好东南角为艮卦，代表家中的幼子排名第3的儿子，那么你的头脑将会在今年更加的灵活。好，那如果说你想催旺这个场东北这个四律的场，我们可以布置一个一四同宫，就是找4根富贵竹，直来直去的富贵竹，然后放在水里面养，它就变成了一四同宫。一代表水，4代表4根富贵竹它会有起到一个帮助。但实际上呢，有的人觉得养富贵竹真的是很麻烦，而且很多人养不活，所以我们可以考虑替代的方案。替代的方案就是我们去找就是用4根毛笔然后弄一个毛笔的那种架子，4根毛笔，找一个毛笔的架子往那一放，也是可以起到增旺这个四律的作用。好，这是我们的四律星在今年的东北角。那如果说你正在备考准备考试，那么家中的东北角会非常的适合你OK， 我们来看一个三碧星。
3B 呢五行也是属木，但是这个木呢是肮脏的木，类似于脏的鞋子、破旧的鞋子、过期的报纸、腐烂的木头，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场。所以这个场呢，它是需要我们去化解的，这个3B 的场。所以这个 3B 的场呢，如何去化解呢？我们来又要用到刚才那个知识，五行相生的知识，就是木生什么？木生火，所以呢，我们要用火去化解这个3B 的场。如何去化解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就是把九子的那些东西搬过来就可以了，对吧？属火的东西，红色的东西，一个发光发热的东西，对吧？一盏灯，是吧？就一开计算机什么的一开，它就会化解那个3B 的场。同样的一个红色的树脂的带有电池的宝马车的模型诸如此类，它也会起到一个火的一个增旺的作用。或者你找一个茶蜡的那种蜡烛就是那种扁扁的那种蜡烛，对吧？它一根可以燃烧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的那种茶蜡你那个茶蜡你找一个，为了安全起见，你再找一个烛台，然后把那个茶蜡放到烛台里，然后把它点燃，这样的话呢，又有了一个情调，哇，它又能化解那个3B 的作用，真的是非常的好。OK， 这是我们的3B 3B 在今年的正西方，好了，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年呢去公园散步，那去年的时候从正西方进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在2025年的时候呢，正西方是四绿星，是智慧之星。好，所以呢，在去年的时候呢，是2025年的时候可以从正西方进，也可以从正东方进。2025的正东方是九子这两个星都非常的好。那么从今年呢，如果你仍然去公园的话，那么我们就要避免从正西方进，也就是从我们的3B 这个星这个地方进，也要避免从正南方进公园公园的南门我们尽量就不要去进了，因为南方是五黄非常的会有负面的影响力。好，这是我们的3B。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二黑星。二黑呢，今年飞到了西北角。西北角实际上呢是乾卦，代表家中的男主人，代表一个组织的最高领袖男性领袖所以呢，在今年呢，家中的男主人，一家公司的男老板，一个地区的男性领导人，他将会有挑战，在健康上会有挑战，因为二黑这个星呢，它实际上代表的是，它是病符星，所以它代表的是一种疾病的影响力。它如何去化解呢？它的化解方法跟五黄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二黑星呢，它也是属土，所以我们也是用金银铜3种物质来进行化解。其中除了金银铜以外呢，也可以用葫芦来化解，因为葫芦呢，古代呢，它跟医药跟疗愈是有关系的，对吧？不知道它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是吧？然后葫芦呢，所以呢，它有那个太极在里面，太极的那种曲线在里面，所以呢，曲则有情这个葫芦的曲线是有情的结构，它能够化解一部分的煞，所以我们可以考虑用铜葫芦加以化解二黑。就是呢，在家中的西北角要放置铜葫芦。我这么说真的是很简单吧？铜葫芦，有的家人问我买多大铜葫芦，就你觉得舒服就行几厘米也行，10几厘米也行，20几厘米也行，当然它们的价格不一样你要考虑到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现在我看到有的电商平台的10几厘米的15、16厘米左右的才卖到几十块钱，我觉得真的是很划得来当然一定要是铜的，不要是合金的铜的就是那种铜的里面含有一部分的其他金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黄铜嘛，它肯定会含有其他金属，它主要是铜的
好，有的家人可能会说，严老师，那么其他的地方有宣传那种5帝钱、6帝钱和8帝钱有没有效呢？其实呢是有效的，但是呢，我建议大家去买那种就是现代的工艺品的那种5帝钱、6帝钱和8帝钱。为什么不用真的5帝钱呢？因为真的5帝钱呢，它已经过了时间的长河数百年，所以呢，它已经被空气氧化的很多所以呢，它起到的效果反而是更加的有限。所以我们可以考虑用现代的工艺品，就是真的是铜的，不要是合金的那种就可以。然后如何去选用呢？我们有一个风水学上有一个说法叫合十。举例说，你是一个2黑的格局，2黑的格局呢，它再加一个8数字呢，它就会构成10。这样呢，它就会有一个合十的一个感觉就这样合十的感觉，所以会化凶为吉所以呢，2黑的区域我们建议用的是8帝钱像5黄这个区域呢，可以用5黄我们倒是不建议用5帝钱，我们可以用6帝钱。为什么呢？因为6这个数字呢是属金的6白嘛，属金，在九宫飞星的学问里，6这个数字是属金的在这个易经里边卦象里边是属水的那我们再说，就是在九宫飞星审视选宫学这里边6白呢是属6是属金的，所以我们可以在正南方挂6帝钱，因为它有6这个数字是属金的。其实呢，我们在西北方也可以挂6帝钱，因为2黑嘛，它也是属土，也可以用金来化解。2黑同时也可以用8帝钱。好了，我们最后来看一下1白。1白呢，在今年的中央这个地区，我们称之为中宫。1白入中宫，1白呢是属水，五行属水，它也是财星。在家中的中间的这个位置，所以如果你行住坐卧在中间的位置，那今年也是很吉利的。它属水，如何去增旺呢？就是把九子的那个把那个七赤用的化解的那个水的东西，就可以复制到1白这个区域用。你比如那个什么玻璃的海豚、莲花的图案的摆件。一杯水加湿器加湿器见效真的是可能会更快吧，因为它很主动嘛，对吧？然后有的人可能会说，严老师，我要去布置这9个场吗？其实不需要的。其实我们重点就是把每年的最旺的那个催旺，比如九子，对吧？今年的东南方的九子要催旺，是吧？九子。其次呢，像8白在正东方也可以催旺。8白呢，正东方的话可以用我们的用火去催旺正东方的8白，也可以用土去催旺正东方的8白。因为8白呢是属土，所以呢可以用火生土，也可以用土去直接增旺这个土，都可以用土去直接增旺东方的8白星，就是用陶器昂贵的或者好看的陶器都可以，陶瓷瓷器也可以就放在正东方是可以的，或者用九子相关的用到的那些什么9个红辣椒放在正东方也是可以的，因为火能生土，对吧？8白是属土的。然后呢，在电商平台里面会有一种是熔炼的红水晶球，它是把那个水晶的边角料融化了之后做成的球，很便宜一般都是红色的那个球呢很便宜，一个直径10厘米的熔炼的红水晶球可能只需要10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那么它又有水晶这个石头这个土的能量，它又有火的能量，所以可以考虑放在8白，也就是正东方的方位。所以呢，我们今年呢首选的去催旺仍然是我们的九子，东南方的九子用火去催旺。其次呢是我们的正东方的8白然后要化解的，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正南方的5黄
正南方的五黄，其次是西北方的二黑啊。其实重点就是这4个啊，基本上就可以起到一个就是大范围的一个影响力，大的一个主要的这样一个风水调整的一个效果。好，主要仍然是我们的东南方的九紫啊，正东方的八白，然后是化解的呢，就是我们的刚才说的是增旺的啊，化解的就是我们正南方的五黄和西北方的二黑。这是我们的今年的9宫飞星的格局。如果家人们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联系我咨询我。好，那我们这个分享就先到这里。好，我们有可能明年再见啊，也可能在下一节课再见。好，那先这样，再见。